北菜就像东北人的性格一样豪爽实在，大盆大盘，量又很足。比如说你在农村他们杀猪的时候，东北的农村啊，杀完猪之后呢，他做这道菜，一般都是在这个好大的一个锅中啊。在今天的健康新时代中，来自东北的朱厨就带给您经典的东北菜，热气腾腾的杀猪炖菜和充满温情、简单但不失营养的妈妈菜。这个酸菜呢，吃在嘴巴里面的感觉脆脆爽爽的，而且清清爽爽的，这个酸度呢，我觉得刚刚好，不错。我喜欢这种大头菜煸的有点干干的那种感觉。同时，营养主食还将告诉您如何避免摄入过多的亚硝酸盐。从第9天开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开始降低，然后20天的时候呢，就开始消失了。所以到30天的时候，亚硝酸盐的含量基本上就消失干净了。更多精彩就在本期健康新时代。今天就给你请来自东北的朱大厨，教你做东北菜。来，有请东北的朱大厨。大家好。那么今天呢，依旧老规矩给大家请来一位营养老师，也就是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静老师，欢迎。大家好。今天做的这2道菜可以说是在东北的家庭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了。对，杀猪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吃杀猪菜，也就是这个杀猪炖肉。是不是？对，这个杀猪炖菜，一般呢，在这个东北不管是农村也好，还是城市也好，都想找回到这个农村里面杀猪时候那个味儿。把这个杀猪时候呢，弄点这个猪的这个肥膘，弄点这个血肠，弄点酸菜，一起来咕哒咕哒炖上这么一炖，热气腾腾的一吃，感觉那个味道只有是在杀猪的时候能吃得到。不过呢，其实说是道杀猪菜，关键是这个制作的工艺有这个比较淳朴的感觉，是不是？对。那今天我们就跟着朱大厨来学习第1道菜。杀猪炖菜，来，有请。制作杀猪炖菜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酸菜、五花肉、猪肝、猪大肠、血肠。哎呦，我们还是依旧老规矩选择的呢是东北的酸菜。哎呦，我想问一下大厨，你看这个东北酸菜它一般都是在这个季节开始准备了。到冬天的时候就能吃了，一般30天就可以。对。那一般这个东北酸菜跟这个四川酸菜有什么区别呢？东北酸菜还是说用咱们那个大白菜去腌制的，而且四川呢是用的是这种青菜去腌制的，它的颜色呢也很有区别，他们那是青菜的颜色，青菜，咱这边呢就是说是白菜。腌制好以后呢，是微黄色，腌透以后，就是说它菜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对。咱东北用的是白菜，然后家家都有这么一口大缸，还有一个大石头，压一压它，30天就能吃了。对。那好，那选择了我们的酸菜，接下来呢，这怎么来操作？朱大厨一一的教你。来，朱大厨，咱接下来做什么呢？接下来先起锅，来一点油。起锅加油，让我们看一下今天这道杀猪炖菜用的这个主要的食材。酸菜。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个酸菜就代表了东北这种吃的文化。没错。像翠花上酸菜已经翠花上酸菜，对，成了一种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一句名言了。没错你看这个酸菜呢，很多人都爱吃，而且呢，它做法也很简单。大家如果说在家里买不到的话，可以上超市中买一点这个成品的这种酸菜，也是东北的。你看有酸菜，还有这边这是猪的五花肉，这是属于是，这是需要提前蒸好的吗？提前煮好。为什么要提前先把这些食材先煮好呢？因为这个五花肉也不是很易烂的这种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煮五花肉这个汤最好是留下来，用它这个老汤去炖这个酸菜，味道会更好。然后选择这点大肠，这是肝吧？这是肝还是猪肝？是肝，猪肝切的。是不是一般在这个东北杀猪的时候呢，有猪肝？有的时候还有这个猪心，包括猪腰子、大肠、小肠，包括五花肉，各种肉都烩在一起，是不是都是这种风格？对。后来渐渐的，人们在家里如果准备不出来那么多的话，咱这简易版的这个杀猪炖菜就可以了。对。一口猪杀完之后，大家在一起享受杀猪的这种快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猪肉能卖钱，再一个呢，猪的各个部位咱都能吃到。实际上它的很多的营养都在它的这些我们叫猪下货里边。你比如说这个猪肝，它就是维生素 A，还有卵磷脂的含量特别的丰富。
你比如说那种有的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还有那像孕妇，我们有时候建议他多吃一点猪肝，因为它含铁特别丰富，对那种缺铁性贫血的或者在生长发育的儿童呢，就特别的适合，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猪的内脏呢，和这个菜一起烩起来，对，还能补充各种营养，对一些平常光吃猪肉补充不到的一些营养。没错，而且味道也不错哈。你看我们在正式做这个菜之前，现在把这个炒一下酸菜。对，这个酸菜为什么要提前先炒呢？提前煸炒下呢，就是说把它炒倒以后啊，很愿意入味一些，而且炒的时候啊，家里要是没有骨头汤呢，油稍微大一点，炒的会很香一些。哎呦，就是你看哈，有的时候家里要准备点老汤的话，那么一会儿加汤的时候味道会更好。但如果说家里没有老汤，就是有水，那么咱就给它炒香，对，使这个酸菜能香一点。不然酸菜它没有油水的话，吃起来这个味道呢，会给人感觉特别水塌塌的感觉。好，炒的差不多，加入我们的五花肉片儿。这个炒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加这个肉片呢？把酸菜水分炒的稍微蒸发出一些水分以后吧，就可以加入这个五花肉片。哎呦，这时候是用大火来炒。哎，大火来炒。大火炒。对。这时候需要加盐吗？不需要加盐。这个菜呢，应该是炖好以后啊再去调味儿。为什么？酸菜是咸的，本身是咸的。如果你提前调味儿呢，掌握不好它这个酸菜这个咸味儿以后啊，可能你做出这个菜品以后就是口味啊，口味就不好了，就太重了，咸淡呢你就掌握不了。哎呦，要说到这道菜，你看啊，它这么慢慢来回炒的时候呢，真的还能使这个猪肉它本身的一些油脂的味道渗透到酸菜里面去。对，你看这么一炒，而且里面有这个姜，包括里面有辣椒，还能掩盖住这个酸菜本身有一种这个腥的味道。因为酸菜腌久了之后呢，如果说不炒一炒吃的话，它有一种怪味儿，有一种异味。对，这种发酵食物的味道，不过炒一炒就变香了。哎，其实说到酸菜啊，都说这个常吃点酸菜对身体很有好处。对对对，我觉得酸菜不光是因为好吃，更多的呢是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丰富的。哎，你比如说这个酸菜，它就富含这种膳食的纤维，那它对我们大肠的蠕动、加速大肠的消化就非常的有好处。哎。再一个呢，你像这个酸菜也是富含维生素 C，富含乳酸菌，对我们帮助我们人体的这个消化吸收。所以说，你看，都说这个秋天的时候呢，适合吃点发酵的食品。对，所以说大家在家里可以换一换口味，吃一吃东北的酸菜哈。这边给它炒一炒香，然后就赶快加入一点汤，如果没有汤，咱用水就可以了。比如说加汤，这个汤大概要有什么量是比较合适的呢？咱这个酸菜。这个汤量呢可以宽一些，为什么呢？它可以是喝汤的菜。哎呦，属于汤汤水水的这种。对对对。这道菜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量大概3人份都可以了？可以30份。30份。哎，好，哎呦，换砂锅最好。哎，对对，到砂锅里头对。其实这种汤水的菜都喜欢用砂锅来煲。对对，因为这样这个在砂锅的这煲制当中呢，它的营养成分不会破坏，而且我们说汤类的菜它是最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就是因为它的所有的物质呢，经过这种煲制都融化成那种最小分子，哎，好容易被人体吸收。哎，所以说咱这个火呢，可以给它时间久一点。对，因为一般我了解到的这个酸菜好都是炖了好久才好吃。比如说你在农村这个他们杀猪的时候，东北的农村啊，杀完猪之后呢，他做这道菜，一般都是在这个好大好大的一个锅中啊，然后就在这个户外，就是在室外的时候，用这个木头，然后点燃来加热，火力呢比较稳定。这个大锅呢，它给的量很足，所以说慢慢咕到它，一般都咕得上好长，大概1个多小时，吃出来这个味道啊，才那个味儿才足。其实农家做这个杀猪菜啊，是味道是最纯正的一种。哎，它放的这个主料、副料啊、调料都特别多。炖出汤呢也很浓，用它的汤去炖这个酸菜以后，它的味道会很厚。哎，吃的会很香，是不是？而且在这个杀猪菜中呢，有一个重要的食材，就是这个血肠了。对，你看这个血肠，它乍一看的时候呢，你感觉哈，哎，好像是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血豆腐，但是它比血豆腐区别在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外面有一层肠衣。对，这个是一般是在杀猪的时候怎么做出来的呢？这个肠衣呢就是猪的小肠。猪小肠以后呢，咱回来清洗干净以后啊，把这猪血也买回来以后，就是说加上咱们自己兑的老汤，哎，灌到这个小肠当中。这个血里面还要加老汤？对，加老汤，加老汤味道会好一些。哇啊，加清水呢，可能味道很淡。其实我说东北菜虽然就是那种很粗犷的那种形式，但它实际上很讲究这个营养搭配。你比如说这个血肠，因为现在这个血呢，我们都知道它有补血，还有一个解毒、清理大肠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和比较油腻的这种杀猪菜一起，那有助于我们
就是排除这种体内的一些宿便，都是很有好处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朱大厨啊，你看说这个吃血很有好处，但如果说家里没有血肠，咱还想吃杀猪菜，咱这个用什么能代替一下这个血肠呢？用市场买那个血豆腐也可以，血豆腐也可以，血豆腐也可以，其实一样，只不过吃不到这个口感了。对，东北的特色是血肠，是吧？的确是，东北人呢都愿意吃这些口，而且它包时间长之后呢，这个肠衣会变小，但是它这个里面这个块呢，它不容易碎。对。它已经定好型就 OK 了。那什么时候放入我们的血肠呢？酸菜好以后吧，整个这菜炖好以后了，快出勺之前，放入血肠就可以。这个不耐煮，如果煮久了之后就煮久了以后里头会有蜂窝眼，而且吃的口感呢会老不嫩，就不嫩了。不够嫩。那我想说，一般我们这个哈，你看这边这个大肠啊，包括这边的这个猪肝，什么时候下进锅中呢？大肠可以提前早下一会儿，因为它们都耐煮。对。那猪肝是不是也不适合提早放？对啊，猪肝也不是很耐煮。提早放的话，可能它出来的这个猪肝就老了，就变成这个大孔了，吃起来有点糙。哎，加一点，这时候小火就开始咕哒它就可以了。对。我在想，哎，这个大概要咕哒多长时间，咱们才能出来这个好的味道？这道菜呢，就是说酸菜这块吧，多咕嘟一会儿啊，多待火多待一会儿还是比较好一些，炖得透一些，让它。你看这次大概呢得15分钟吧，就很浓郁的这种酸菜的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已经飘出来了。哎，而且你感觉这个酸菜的味道呢，你闻这个味道就能让你感觉这个想吃饭的感觉。对，因为酸性的本身就是说你闻着这个酸性的味道，你就会消化液的一个分泌，望梅止渴。望梅止，咱望酸菜也能止渴，是不是？其实你看啊，要说到这个东北吃酸菜，一般呢配这个酸菜最好吃的就是大米饭了。对，东北大米蒸的这个大米饭，哎，很油亮，很锃亮。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大家暖乎乎的在屋子里面，哎，屋子里面呢都有暖气，很暖和。围着一个餐桌，上面摆着这个杀猪菜，吃东北大米这个米饭，哎呦，那个感觉真的是太温暖了。对，尤其在冬季的时候，最适合吃这道菜。对。那你看哈，其实很多人吃酸菜还会有担忧，说这个酸菜中呢有这个亚硝酸盐，对，是种致癌物质。对。那这个致癌物质究竟它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它究竟有没有啊？这个？是这样，我们都说是少吃腌制食品，因为腌制食品往往含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很高。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和掌握的就是亚硝酸盐它的含量会是有变化的。你比如说这个腌制的食品呢，在4到8天的时候啊，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一个时候。这时候对，这是所以你这时候就不能吃这种腌制的一些东西。那从第9天开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开始降低，然后20天的时候呢就开始消失了。所以到30天的时候，亚硝酸盐的含量基本上就消失干净了。这时候你再吃这种腌制的一些蔬菜啊什么，那就没有问题了。哎呦，那就是说你这个酸菜你一定得等这个到足够的天数，对，30天之后才能吃。那如果说大家在家里哈，咱也想吃酸菜，咱在家里自己来腌的话，那么一定得等时间足了之后才可以。别觉得说啊反正是没到30天，也就是不那么酸呗，也能吃，这就是大错特错了。听到王静老师给你的一个忠告。那这边我们30天腌好的酸菜在锅中呢慢慢的咕哒着，这时候呢我们的大肠包括我们的五花肉都下进去了，不急，慢慢的烧开，多煮一会儿，味道才会变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健康新时代。健康新时代呢，今天教你来做热气腾腾、豪放又大气的东北菜。说到东北菜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经典的菜，比如说鲶鱼炖茄子，比如说排骨炖酸菜，再比如说小鸡儿炖蘑菇，还有这个德蒙利炖鱼。不过今天教你做的呢，也是一道东北有名的炖菜，就是杀猪炖菜。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酸菜炖白肉，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道菜。其实这道菜呢，可以说温暖了好几代东北人，大家都爱吃，年轻人也喜欢它，老年人也喜欢它。关键是它营养丰富，而且做法简单，而且在冬天的时候吃最合适，暖乎乎的，还汤汤水水的。对。那么今天我们的朱大厨给你带来东北菜呢，你呢一定得好好的学一学。锅中慢慢煮着的就是杀猪菜。接下来呢，我们这边也不闲着，给大家教做第2道东北菜了，也是一道东北的比较妈妈的味道，名字就叫妈妈菜。制作妈妈菜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蛋、大头菜、水晶粉。妈妈菜用到的是韭菜、鸡蛋，还有水晶粉，还有这边的大头菜，还有一点辣椒，是不是？对。哎呦，大头菜选择的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好嘞，来，大厨咱怎么操作？这个妈妈菜一般都是在东北餐桌上出现的一个家常菜了。做法简单。好。
把这个芯儿给它去出来。这个你看哈，这道菜它这个属于是一道素菜了。对。这个大头菜一般的话，它有什么营养呢？你像这个我们叫大头菜，也叫圆白菜。那最早的时候呢，是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出产的，所以我们也叫它洋白菜或者叫卷心菜。那它的营养价值来讲呢，和大白菜的营养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但是呢，它维生素 C 的含量要比大白菜还要高出1倍以上。哎呦，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啊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呢，这个德国人认为这个圆白菜啊可以是菜中之王，包治百病。德国人非常喜欢用圆白菜来做一些治病的小偏方，就像咱们中国人用萝卜来做治病的小偏方一样。那既然知道营养哈，其实这道菜呢，它也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这种营养，因为它呢不用油锅来炸，简单的一烹就可以了，是不是？首先给它切成这种细丝，切成细丝，唰的感觉。哎呦，哇！现在我们在这边准备第二道菜的时候呢，还能闻到哈这边这个杀猪炖菜飘出来这个酸菜和猪肉的这个香味，真的是劲儿很足，这个味道。对对对，酸酸的，然后呢，这个猪肉的香味呢也是香飘万里，所以我觉得今晚上这顿饭呢，一定是感觉特别美味的。妈妈菜，哎呦，就是妈妈呢在家里经常给孩子们经常做的，也是一道哈，比较省时，在家里呢非常方便操作，而且呢，相对来讲成本也是比较低的家常菜了。你看它用的配料呢，主要就是一点大头菜，还有一点粉条，就没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做的一个是杀猪菜，那相对来说都是用的猪肝啊、猪肠啊，就还有些那个猪血，这样相对来说呢要油腻一点点。东北硬菜。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做一个这个妈妈菜，然后用的是一个素菜，相对来说呢又清淡一些，互相口味上有一个补充，营养搭配上也更合理一些。你看这两道菜摆在餐桌上的时候呢，就给人感觉哈，这顿饭就 OK 了。两道菜什么营养都有了。你看这个杀猪菜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很多营养食材的一个汇集的一个菜品，有这么多好吃的在一起，这边再搭配一个相对来讲呢比较温柔一点的妈妈菜，家常味道的妈妈菜。这一顿饭出来之后绝对是完美的，完美一餐呢。好，你看大叔今天把它切的已经差不多，就这个程度，切成小细丝，然后我们这边在一旁备用。不过呢还要用到鸡蛋，是不是？对。好，那这道妈妈菜呢，少不了的还要用到1颗鸡蛋，1个全蛋，给它搅一下。这个时候鸡蛋需要里面提前调一点味儿吗？这个不需要调味儿，不需要。哎呦，好，放在一边。锅中来点油。哎呀，这道菜需要很少的油就可以，不用太多，很少一点就可以。在做节目之前，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这个妈妈菜，我是从来也没有吃过的一道菜，很奇怪为什么要妈妈菜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叫妈妈菜呢？因为这个菜呢是家常口味儿。咱们每个人啊都是喜欢吃自己妈妈做的菜，自己家菜呢就本身呢它就是个家常口味儿，所以说给它起名就叫妈妈菜。就是在东北的妈妈们经常给孩子们做的菜，就是这道菜了，妈妈菜。做法简单，而且孩子们都爱吃，而且也是哈。食材在家里很容易就找到的，很方便。对，一个鸡蛋先给它煎一下。鸡蛋呢一定要炒得干一些，这样子鸡蛋炒出来比较香。来点葱花和姜。哎呦，也要用到干辣椒。喜欢吃辣的加点干辣椒。我们是先把这个鸡蛋炒了以后再放这些调料。对。那这个要比这个之前直接放调料爆锅的话好在哪里呢？主要是为了先炒这个鸡蛋。哎呦啊，要是说提前爆锅以后呢，由于葱花和姜容易会糊。哇。好，来回炒一炒它。这时候用大火来爆炒。好，现在来一点少加一点点老抽，把鸡蛋炒上色。哎呦，鸡蛋要上色。那这道菜给人感觉也是重口味的，是不是？不是很重的，只是一种家常味儿。刚才您说到这个鸡蛋需要调口，我说不需要，为什么？就是说在这里已经加上这个，这时候就来点了，生老抽就可以。再来老抽。好，这时候加入我们的大头菜了。对。好，大头菜。好，来回爆炒它。一般呢，把这个鸡蛋要保持这个嫩的程度，不然的话炒太老的话可能不行。所以说炒差不多的时候就赶快把大头菜放进去，这时候还是大火。对，还是大火。哎呦，就这么干炒吗？对，就干炒。哎呦，
像这种橄榄类，因为这种洋白菜和或者是叫圆白菜，它属于一种橄榄类的蔬菜。橄榄类的蔬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含铁特别的丰富，所以说那种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呢，不妨多吃点这种橄榄类的蔬菜。有这种大头菜还能补血，对，这个还挺新鲜的一个知识点。绿色的食品一样可以补血的。绿色的食品，哎，蛮好的。那这边我们锅中炒着它，这时候大概要炒到什么程度才刚刚好呢？把这个圆白菜大头菜炒早以后，就可以加上粉条。哎，等一下，这个粉条是水晶粉今天用的？对，今天用的是水晶粉。在东北就用这个东北的粉条了，对，土豆做的粉。对。那这个水晶粉可以用别的粉条来代替，是不是？可以，比如什么粉都行，比如说那种宽的可以吗？还是都要细的？宽粉就不太好了啊，就是说这种粉条，细的，地瓜粉都可以。对。好嘞，给它炒到有点塌软的时候，把粉条放进去。会不会越炒越干呢？这时候要不要放一点汤水之类的？这道菜啊，尽量是不要放汤汁。放汤汁以后啊，这大头菜炒出来会很水。这菜应该炒出来就是说家常味很香的一道菜。哎呦，就相当于干一点的这种。对。这个有点像在韩国吃的这种杂菜的感觉。韩国有道菜杂菜，对，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它那个再带一点甜口，它那种杂菜。对，带点甜口。这是加一点盐，半汤匙的盐，哎，一点鸡精。出锅之前调个味。哎呦，好，我们准备好一个盘子，这边呢，我们准备出菜，加上点生抽。对。还有淋上一点生抽。哇，真香啊！你看这个生抽是真给味儿。刚加进去一点之后呢，这个大白菜的香味就出来了，还要加韭菜。最后加入韭菜。这个加韭菜的目的是让它怎样？提鲜。韭菜是本身比较应该是鲜的一道蔬菜。哎呦，比较鲜的。哎，在出锅之前加，不然的话就炒老了。对。你看啊，说到这个韭菜把颜色又搭配一下，我觉得还加了一份营养。这个韭菜，因为韭菜我们中医上讲它叫什么？壮阳草。对，它有一个温肾壮阳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这个粗纤维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有助于我们这个就是胃肠的一个蠕动，胃肠的一个消化功能的一个改善。没错，你看这道菜，我觉得它炒的时候掌握火候很关键，一不小心就可能炒糊了，是不是？对，所以说你炒它的时候呢，算是一道快炒菜了。哇，真香啊！真的是在家里面吃饭的感觉，香气扑鼻。哎呦喂，真的是味道很足，而且里面主要闻的味道能闻到这个鸡蛋的香味。这个鸡蛋在里面真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里面你看一点肉丁没有，如果说再不加点鸡蛋的话呢，可能吃出来这个味道就会太素，因为都是这个大头菜和粉条。不过因为加了一点鸡蛋之后呢，鸡蛋之间炒得很香，所以说使这道菜呢味道上闻起来也是很香的。那么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这边第一道菜杀猪炖菜也该出锅了。来，咱看看现在什么样了。出锅之前，哎，咱加一点这个干进去。呦喂，哇，你看这个杀猪菜现在炖的在里面呢，可以说这个汤很清澈，但是这个酸菜味很足。对，来一点血肠下进去。哎呦，来一点血肠。你看现在很多饭店里面做东北菜馆的饭店呢，他都会选择自己家里面来灌这个血肠，自己家里面来腌酸菜，自己家里面呢来做这个卤水豆腐，是不是？对，这样味道呢就比较纯正的东北。哎，出锅之前这边也是来点鸡精，来一点盐，来点盐，根据自己的量来一点咸。哇哦！这个砂锅你看它受热呢比较均匀，而且这个火候呢比较稳定，所以说出来这个菜呢，一般味儿入的都比较好。那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妈妈菜的味道呢一直在这边缭绕着。我们先尝尝这道菜好不好？我们在锅中呢再把这个杀猪菜再炖一炖。来，两位来一起尝一尝妈妈菜好不好？王老师先起来，一起。我们最有母性特征的王老师，来您先来，很香啊。不错。哎，我喜欢这种大头菜煸的有点干干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喜欢那种带一点辣味儿，很开胃，特别开胃。哎，我想问一下大厨，这道菜您个人总结最大的精髓是啥呢？是在哪里？哪个步骤？这道菜呢，就是说把这个鸡蛋呢，最关键是炒香，不要发水。炒得干香以后呢，跟这大头菜配在一起。本身它这个菜呢没有肉，香度肯定是要不够的。哎，就是把这个鸡蛋煸干以后，尤其加上这个
老抽和这个生抽，哎，给它调味，给增香了。哇，真不错。说实话没吃够，对一会儿呢，下完节目之后，咱得好好的享受这顿大餐。不过呢，我更加期待的是这边这个杀猪菜啊，东北的标志菜杀猪菜，咱这边呢也该出锅了。来，大厨，咱把它给隆重的请出来吧。哎呦，好，现在我们应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我们的杀猪菜上桌喽！现在开始打开盖子。哎呦喂，看到没有？这个热浪。立刻就从这个位置歘的一下升腾起来了，我感觉这一刻哈，我们就不要再等了，是不是？来，王静老师，您先来，咱们一起来吧，一起来尝一尝。来，3、2、1，一起来尝一尝喽！哟，我先尝一口酸菜，尝一块这种血肠，哇，好过瘾呢！你看里面这个汤汁，哎呦，还是那么清澈，而且这个汤汁呢不多不少，刚刚好。哎呦，怎么样？血肠如何？血肠怎么样？血肠就是说稍微有一点脆脆的，但是没有完全软烂那种，而且呢，它这个味道非常的透，我觉得既有那种这个酸菜那种酸酸的滋味在里边，而且呢还增加了那种五花肉的那种肉香味儿和一种非常符合、非常诱人的香味儿。这个酸菜呢，吃在嘴巴里面的感觉哈，脆脆爽爽的，而且清清爽爽的。这个酸度呢，我觉得刚刚好，不能够，它不像这个老坛酸菜、四川老坛酸菜这个味道那么酸那么沉，它这个味道是一种清爽的酸，而老坛酸菜呢，感觉更多的是一种陈年的那种酸，是不是？这道菜总体来说吃起来就是感觉很温暖，很冬天暖屋子的感觉。想暖暖和和的过冬天的话呢，不如在家里试一试东北菜。这道杀猪菜以及刚才呢给您带来的妈妈菜，都是很适合这个冬天来吃的。如果说你喜欢东北菜，如果说你对东北菜感兴趣的话，不如在家里试一试这2道菜喽。谢谢我们今天的来自东北的朱大厨带来这么好吃的菜品，谢谢我们的王静老师，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健康新时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